嗨，我是陆老板。大家都会问到暧昧的时候到底怎么聊天啊，或者是怎么样在聊天的时候可以一秒转暧昧啊？为什么很多时候聊一聊就什么都没了？很容易呀、超容易。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说，到底哪些事千万不要做。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也可以追我的 IG 哦。我的 IG 常常会收到很多的，不管男粉或女粉，都会传对话记录给我看，然后告诉我说，请问我这样聊怎么了吗？为什么他不回了？或是为什么我们聊不出火花？那我看到很多人的对话记录里面都发现，其实都踩到一些雷。第一个是真的不要自己句点自己，我看到很多人聊不出个什么鬼，都是因为自己句点自己，所以对方真的很难接下去。例如什么，很多女生都会说，那我先不打扰你咯。这很容易会讲到这句话，对，很容易哦。你绝对不可以讲，禁止讲，禁用，怎么可以讲？这样讲完，你要他回什么？开话题。你有没有想过，聊天这件事情的诀窍不是在决定自己要讲什么，而是要先想我讲的这个他能讲什么，而决定我要讲什么。所以一旦你说了，那我这样子先不打扰你咯，对方只能不然顶多跟你说哦不会啦，这很干欸。难道你要他说不会，赶快继续跟我聊，用力跟我聊？可能嘛？所以当你讲这种话的时候，就是在句点别人，也句点自己。一定要不断的发问，一定要让他有话接。你是在做球给他打，不可以杀球然后结束，因为你是想要打很久的球，然后打一打的时候过程中发现看有没有火花就中了，这样你怎么可以把它句点掉？你怎么可以让这一局 over 掉呢？可是就会怕说继续这样子。你怕什么？你想跟他有怎样的关系，然后还在怕东怕西，什么意思啊？自己太积极啊！怕积极，那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不要抱怨。那如果是对方很句点，你就要自己再加把劲。但是前提就是先不要自己句点自己，因为我看到太多的对话记录都是自己句点自己，太客气、畏畏缩缩的，然后就会觉得很尴尬，然后就句点自己，然后再来说他怎么都不回我了，那你就句点了，要回你什么？因为很多人会这样子句点，真的就是太害羞了，太怕自己太明显了，对啊，所以就会一直讲一些做结论的话。那我的建议就是永远不要做结论，要让他可以一直接下去。所以讲的话都要讲一半，或者是直接提问。你打的字后面一定都不是句号的，尽量是问号。你要让他有接不完的话。他会不会我丢他，他不知道怎么接？他不知道怎么接是他的事啊。但是你句点就是不用接，这是两件事。第二点也是非常多人会犯的错，拜托不要像长辈一样。男生很容易像爸爸一样，一直碎碎念。可是你觉得你在表达关心，然后女生很容易像妈妈一样，也是一直碎碎念，然后你觉得你在关心跟呵护对方，可是谈恋爱里面的人都没有人想跟爸爸妈妈谈恋爱 ，OK？ 完蛋了，我可能就会说，今天天气很冷，那么多穿一点，就是这样。因为我看太多人的对话记录，发现，这些地雷大家真的都有踩爆，所以就自爆了。千万不要这样，因为我们想跟一个人谈恋爱，绝对不是想把他当爸爸妈妈，所以你很难把这样的情绪转到恋爱去。但是对对方有好感的人，却不自觉变成人家的爸爸妈妈。好，例如男生，很多男生跟我聊天，很容易会说：“那你不要太忙哦，3餐要正常，不要工作都忘记吃饭。”我就会觉得好烦哦，觉得一直被碎念。虽然我知道你是关心我，可是那我要怎么回你？我只能说：“谢谢，好哦。”我跟你不会是谈恋爱的情绪，而且重点是这个还踩到刚的第一点，对耶，都是句点。那你要记得吃午餐哦，不要因为开会又忘记吃了。好啊，谢谢，就是这样啊。难道我会说你好好哦，你真的好关心我？可能啊，对啊。所以大家麻烦都换位思考一下，理解对方听到这种话的心情。那女生是怎样变妈妈的，也是。那你要记得多穿一点哦，因为明天有寒流，才不会感冒了。开车小心哦。那如果有喝酒要找代驾哦。是不是都只能这样？他真的只能回你个贴图，或者是回你个谢谢，你就会进入一个模式，嘘寒问暖跟被句点的模式。那最后再说，为什么聊不出火花？你根本就没生活，哪来的火花？你一直在泼冷水，哪来的火花？就自己泼的。所以拜托，男生女生都一样，不要当人家的爸爸妈妈，因为这样子是暧昧不起来的，火是烧不起来的，只会被句点而已。第三点，不要自己把话给讲完。跟刚刚句点不一样的东西是，我发现很多人的对话记录里面都会自己打一大段，讲好多自己的想法跟对方的想法，或者是讲好多我今天去做什么，然后那边有什么什么啊，下次你也可以去，然后打一大段创作，然后最后句点。对，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对方也只能说好啊，谢谢你告诉我，那我下次会去看看。没了。对，你们有在聊天吗？没有，因为你们没有互相。大家一定要记得，聊天是你一句我一句，最后加起来聊了很长，这样叫聊天。刚刚这样打了一大段作文丢过去，然后对方回个几句说好，谢谢，我知道了，这样子不叫聊天。这样叫你创作一段作文给他，然后他批阅、已读，然后给你个交代，
你们就会互相据点对方。为什么？因为你根本就不应该把整段打完，要记得你要聊天。聊天是什么？你刚刚那一大段麻烦拆散。Hello， 我今天有去上次我跟你讲的那个地方耶，你看，照片丢过去，结束，他自己要回啊。这里是哪里呀？上次讲的那里就是那个什么，我上次不是有跟你说，然后你看他今天有这个，你有看过吗？等他再回哦，这个就是什么什么什么，那你今天去结果怎样？哦，我今天有喝他的什么什么，对了，我跟你讲，来回，这样子才叫聊天。所以不可以把你今天的行程一大段全部打完跟他说，然后也不要在前面就直接说什么啊，他那个很好喝，我觉得你下次可以点。错，拆开，要在他回完你之后才说，对，然后我觉得他这个很好喝，再等他回，要在他讲完很多的回应之后再说，下次你也可以去，还是我们一起去。好长重点很强，你要铺到可以讲这个东西，就可以顺理成章把对方约出来。可是你全部讲完，你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讲这个？你没有机会讲，而且你那些什么我觉得，然后你也可以去的那一切，全部一次讲完，他只能据点你，他没有办法跟你聊。你永远都自己据点自己，然后才要想说要找一个特别约，那才尴尬。你才更找不到那个点，因为你很难开口特别约。可是我这样来回会觉得我们在聊天的不经意约的，我也不刻意，而且是你说你也想喝喝看，我说哈你没喝过，那还是你要不要真的去试试看呢？你说好啊，我说那好啊，那不然一起去啊，一切都是顺利的，而且是你情我愿的，不是我很正式的提出一个邀约，我们是一起讨论出来的。好深奥。所以一定要记得这个顺水推舟，顺理成章。但首先要先有这些水，所以这些水不要一次喷完，要慢慢的倒一点，慢慢的就会可以了。它就会变成一条沟了。所以我觉得聊天一定要，反正就记得这个点，来回，做球给人家接，接了之后再从他的球里面再来看，你可以再怎么接，然后打来打去就越来越顺了。最后就有机会约出来，或者会有一些沟通跟有一些火花。千万不要觉得聊天，尤其是这种通讯软体，就是创作一大段丢过去，千万不要记得。第4点是不要有很正式的起头跟结尾。我们上次直男那集有讲到，有时候恋爱小白很容易会觉得好像要有一个很正式的开场跟一个很正式的结束，可这会有什么致命缺点呢？就是当你有一个很正式的开场，首先就先拉开了距离，然后呢，你有一个很正式的结束，就会觉得好像要结束比较久一点才能再开始聊。因为你很正式的拜拜，例如什么，那我们今天先这样子，那下次再聊。这个下次就会觉得要比较久以后。可是如果你没有做这个 ending， 会觉得你随时可以再开聊，因为我们并没有结束。那如果要去睡觉怎么办？就是你可以好啊，那先晚安。但是我随时可以再开聊，因为我明天就可以说，给你看我早上什么，我都没有说，那个你现在方便聊天吗？那个你现在有空吗？或者是你到家了吗？都要问这种，然后你才敢开始聊，怕打扰人家有没有？不可以。打扰就打扰，怎样？你要不要读是你的事情啊。你很忙，你可以不要读啊，或读了晚点回啊。可是为什么我要因为这样我就不敢打扰你呢？对耶。对啊，为什么你要自己先退却呢？Hello， 可以聊天吗？你现在在忙吗？不要有这种正式的聊天，也不要管现在几点，他可能在干嘛，想到什么就丢过去。你看我刚出门看到一个什么东西，我觉得好笑，你看他随时开场，随时就切下去，然后直接就讲事情了。不要铺前面那个很长很长的梗。我跟你讲，你就算觉得你铺的多好，你每天都要想那个你很辛苦的，好累啊，很累的，不如就习惯直接讲，好像很熟的朋友一样直接讲，不管就对了。反正又不是直接见面讲，通讯软体没差吧？也是。对啊，然后不要很刻意的结束，刻意的结束只会拉开距离，而且会把今天聊的亲密度又给拉开了，然后下次又要再开始又很尴尬了。如果他主动跟你说，那先晚安，先这样，然后现在就这样，就好啊。就这样，不要自己在那边，那先这样，或那我要去睡了，都不要讲这些话。不要有结束，就会永远不结束。好难哦，就不要结束就好啦。我很常说先这样。你据点别人没有这个是如果你已经交往中的男朋友当然可以，可是现在是你们想暧昧，你们想开始你这稳交的人不要这样好不好？先养养，我绝对不会讲先这样。对啊，因为你不可能想要据点对方啊，你一定最好不止这样啊，是吗？以上4点虽然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几乎是人人必犯的聊天问题，就会很多的小剧场觉得怎么那么不顺利，可是可能是自己一直在踩这些雷，所以我建议刚开始聊的时候可以多注意一下，不要踩到这几个地雷哦，你们的聊天可能会越来越顺利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也可以追我的IG哦。